大家好啊！我现在在成都东站，从日本回来2个多月了，严格来说还没有进行过任何旅行啊。今天终于要开始新的旅途了。九寨沟，我相信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和阿叔一样，听过这个名字很多次，也看过不少九寨沟的影片，或者亲身游览过九寨沟。但你看过航拍版的九寨沟吗？这一次旅行呢，阿叔和大家一起出发被称为人间仙境和童话世界的四川省内最知名的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在电子设备以及互相交谈时，请勿喧哗，以免打扰。经过2个小时10分钟，从成都东站到达了黄龙九寨站。这里的气温一下子低了10度左右，体感温度应该是18、19度，甚至15度，还挺冷的。好多人在高铁站就换上这个外套了。未来的机购票，请您主动到车站口。本影片附有约30种语言的字幕。如有需要，请记得打开 CC 字幕，选择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语言字幕。这次旅程我将全程记录开销啊，以供大家做参考。刚才从成都东站来到这个黄龙九寨沟站是花了144元的高铁费，现在准备要坐大巴，经过约2个小时到达黄龙九寨沟的一个景区前的乡村入住，所以呀，到九寨沟门口都已经是接近10点多了。上车买票，9旅月行，阿坝旅游往返的票，乘客刷新并在。从黄龙九寨高铁站到九寨沟景区门口花费51元。大概是9点05分发车的，我们看到达九寨沟景区门口要多久？要买一点糖果或者可乐，有点低血糖。高原反应红景天80元小盒的，还有氧气罐40元一瓶。这里距离高铁站大概是20分钟的车程。这是下来上个卫生间。以前是很少喝甜食的，但是随着自己的低血糖反应越来越多。够了。好。OK。自己看一下大小。买了一排娃哈哈，还有小面包、巧克力、士力架，还有一件衣服，就花了164，衣服120元。11点19分到达，大概开了2个小时10分钟，离青旅还有一点点路走过去。
甚至还有外卖。这3更半夜的，走大概800-900米，住的就是这一家叫乐于青年旅社，感觉像新开的。您好，美团订单确认。各位早上好呀！你看，这河水透着一种这个淡绿色的光泽哈。有句话说：“九寨沟看水归来不看水。”昨晚的青旅住的不舒服，蚊子好多呀。九寨沟位于中国四川省西北部，隶属于阿坝藏族江族自治州的九寨沟县。九寨沟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的噶尔纳山峰北麓岷山山脉的东南坡，属于岷山支脉的高原谷地地带，海拔2000米到3100米之间，总面积约620平方公里，约有52%的面积被原始森林所覆盖。那么九寨沟河流发源于岷山支脉的高山雪峰，水流顺谷而下，形成众多的湖泊、瀑布、溪流，流经白河、白水江、嘉陵江，最终流入长江。那么九寨沟得名于景区内的9个藏族村寨，包括树镇寨、折茶洼寨等等啊。这9个寨子是居在这一片大山深处，故称九寨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九寨沟被发现并慢慢开发成为旅游景区，并于1992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油条、麻球、玉米、鸡蛋。从现在开始，我要重视自己的饮食了。4块钱的油条，3块钱的花生玉米粥。天下九寨沟，大美阿坝州，人间仙境童话世界，神奇九寨。眼前是九寨沟的游览示意图，它是由折茶洼沟、日折沟、树镇沟3条主沟组成的，呈 Y 字形分布，总长度约60余公里。这3条主沟都分布着不同的景点。我们首先游览的是左支的折茶洼沟，主要的景点包括长海五彩池。此外，九寨沟的景区门票190元。加沟内观光车票是90元和280元。进入景区，请出示身份证件以需检票。大美阿坝州，
路上啊，各位小心一点，大家不要在车上吃东西。有小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来到天下九寨沟大美阿坝州。在大洲的左下方呢，流淌的是翡翠河，它包源于岷山山脉噶尔纳东，是长江水系嘉陵江源头的一条支沟之物，因此这座建立在荷叶之上的村寨呢，又被称为圣洁之寨。什么五彩池？长海海拔3101米，总长约4350米，宽300米，深90米，库容4500万立方米。属冰川堰塞湖淡水湖，是九寨沟海拔最高、湖水最深、面积和库容最大的海子，无出水口，湖水除直接蒸发外，通过地下裂隙渗漏到五彩池、五花海等下游景点，成为核心景区的调节水库。夏秋雨季不易堤，冬秋旱季不干涸。它的水量变化主要通过蒸发这一途径，所以当地藏民常称它为装不满、露不干的宝葫芦。我看不少人走个阶梯是气喘吁吁的。这里的海拔是最高的一个海子，所以慢慢走。我现在身体挺虚弱的。我不出片，出啥？啊，不愧被称为高原上的一颗蓝宝石。你背我上。好的。背我。好的。我给你买一个。水里面还有小鱼。有人旁边我。有人就有人吧，开了。到时候你。这么多鱼啊！没有加任何滤镜哦，朋友们，它真的是碧蓝碧蓝、碧绿碧绿的，很少见到这样的一个颜色。当然现在有点逆光啊，待会儿我们顺光的时候就看得非常清晰了。
往前走850米就到了五彩池。你要不就拍我上半身，你不要拍我下面。OK。今天美丽的九寨沟离不开2个字：钙化。那钙化是怎么来的呢？这要从4亿多年前说起。那个时候这里是一片浅海，那么海水清澈温暖，阳光直射海底，大量的古生物在此繁衍生息。日复一日，生物死去后呢，残留的骨骼经年累月聚集成了钙，钙以碳酸盐的形式沉积在海底。亿万年后呢，其总厚度居然高达4000米，相当于在九寨沟的地表之上覆盖了50个王土高坡的厚度，它是形成九寨沟美景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那么到了260万年前呢，冰期来临，九寨沟发育出了大规模的冰川，它们对山峰产生了强烈的剥蚀。70万年前呢，冰期再次来临，平坦的高原大地被冰川划出一道道高深宽阔的 U 型谷。今天九寨沟景区内重要的沟谷，多数都是在此时被冰川创造出来的，例如长海和 Y 字形的这个3个主沟：茶洼沟、日泽沟、树正沟。在大约23万年到16万年前呢，这个时候是九寨沟海子诞生的主要时期。前面说到，前面来了2次的冰期，那么后来冰川退却，就形成了数个冰斗湖，如黑海。在海拔更低的沟谷中，也就是前面说的3个主沟呢，就形成了多个冰碛湖，如眼前的长海。那么又有大量的堆积物堵塞河道，形成了堰塞湖，如我们后面游览的五花海和建筑海。由此可知啊，这个九寨沟之所以有钙化，是因为曾经这里是一片生物繁衍生息的浅海。后面呢，我们会继续聊到钙化。大鱼哦，哎，那是个什么？是个水母？不知道，是鱼是吧？哦，鱼应该是鱼。如果我再晚半个月来呢，这些松林呢就变成金黄色了，就是来的稍微早了一点，但是其实绿色有绿色的美啊。这里高海拔，说话还是有一点喘。那就快拍照，赞。背后看也好看啊。去干哈？特别好看，看人适合拍照。我们旅行社的话叫美丽四川，美丽四川，对，是的，对，这个名字很高端。哇，从这就能看出它这个水有多蓝了。距离五彩池887米，用麻绳把它给围起来。
上呢邊啦，呢邊就係呢個咩新。商品售卖玉米10元一根，肉肠15元一根，给休息的地方。现在走一段路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冰川与九寨沟关系密切。今天是2025年9月27号，山间的这些树木有一些也变得金黄了。再晚10天来的话，那个金黄的面积啊，那个金灿灿的样子也会更加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九寨沟呢有，我们以前红桦树。像我这个好大，你看。哇，变金黄的叶子。我的天，就大概隔着100-200米啊，就看到一面被树叶遮挡着的，像是那种碧绿的一个绸缎，丝绸啊。哦天，这个比刚才的长海要更碧蓝，那种碧蓝的光泽，在我们平常生活的环境里真的很少见的，这么一面。没有加任何滤镜跟调色，不动湖的秘密。我的天，世间怎么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碧蓝的水呀！我的天，太激动了，我从未见过这个颜色的。五彩池是折叉洼沟的第2个游览点，它跟长海同处在3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严冬时节，长海湖面冰层可厚达60厘米，而五彩池湖水却不结冰。这是因为九寨沟的喀斯特熔岩地质发达，在地表之下有很多的通道。因五彩池主要靠地下水补给，湖水保持在一定的温度，即使气温降到冰点，五彩池依然清波荡漾。五彩池是九寨沟知名的不动湖。哇，它还是有2个层次的哈。你像这外围的这一圈都没有那么蓝啊，那里面那一圈的话，就感觉像是用蓝色的颜料给上色了一样，太不可思议了，叹为观止。不是，看着身后这一幕，让我想到画室里面那个蓝色的养料桶子。五彩池是九寨沟规模比较小的海子，长约100米，宽约60米，最深处约6.6米。在九寨沟官网是这样介绍五彩池的：它是最小而最艳丽的海子，因其水色艳丽，被称为九寨之颜。而且呢，特别的色彩斑斓，湖水在阳光、藻类、钙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多种颜色变化。那么眼前哪些是钙化呢？
钙化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形态的，它们可以附着在很多东西上，也能自我堆积成型。比如眼前的五彩池，水底的那个倒木表面灰白色毛茸茸的物质呢，是藻类跟钙化的结合物。那么水底白色的堆积物呢，也是钙化。可以说钙化是塑造了九寨沟美景的一个工程之一。刚才我录视频说这是我见过最蓝的湖水啊，海水都没那么蓝。一个大约60岁的一个大娘吧，她就说大西洋的海水比这蓝。你去过大西洋吗？你去过冰岛吗？我去过。我的天！那改造我是不是？你没给我，你让我给客朋友们，前方400米到达乘车点。出太的游客朋友们，前方400米到。哎呀，这个又不一样的。我这里拍个池子，杨过池。这是五彩池旁边的卫生间，它是蹲厕的哈。烤肠、方便面、自热米饭、热八宝。五彩池的乘车点，自热米饭25元，方便面15元，酥油茶10元，玉米10元。收款25元。这些垃圾到时候咱们怎么处理呢？您是藏族的吗？哎，我们都是藏族，九寨沟只有藏族。九寨沟只有藏族？对，整个阿坝州嘛，那个是。哦。整个阿坝州就有藏族、羌族、回族、汉族。啊。九寨沟只有藏族。哦。我们原住居民基本上都是藏族。按照1年前或2年前，我在旅行路上不会喝可乐的，我也很少喝可乐。而且通常这种景区的话，我中午的话都是吃饭都是特别马虎的。现在吃饭大过天了。在包里面时刻背着的，一份25块钱，如果在淘宝上买的话，大概10块钱左右。吃完饭，中午12点半出了点太阳，出发了。吃饱饭了，有力气了。我们能看到九寨沟是由3个沟，日折沟、折茶洼沟还有树正沟。长海跟五彩池是属于折茶洼沟的。现在我们前往原始森林是日折沟17公里，游览完日折沟呢，咱们再最后游览树正沟。左线就是游览完了，现在游览右线。你好，去原始森林。对。照片其中清晰明亮，形成了鸟在水底飞、鱼在天上游的妙境，因而得名吉隆坡。现在走一个熊猫隧道。没找好啊，没找好，等一会儿啊，别动啊。看见美景。他就给你优惠一点嘛，280块钱1天嘛，全车配套全是降低的。你我接一单，只有你有1天就游完了就。建筑海。这是建筑。
在日则沟，咱们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叫箭竹海，因为其湖畔被茂密的箭竹环绕，杉树挺立，故名箭竹海。也能看到有一些山体的话已经白了一大片了，它就是有一定的一个山体滑坡，裸露出白色岩石，所以这里用钢丝网给围着，防止这些飞石落下来砸到人。哇，这些云山也是很高大的。现在有一些杉树就干枯了。这些的话真的很容易飞石下来砸到人。这里让我想到泸沽湖的潮海啊，走婚桥。这树根也挺大的。我们看这里一个用铁丝网围出来的一个石头墙，防火巡护啊，防火是很重要的。对。这里有发生过火灾吗？历史上？一直没有。突然出现几块巨石啊，应该是从山上飞下来的。吊车远了，那鸭子，好多人抱怨说今天大阴天，如果出太阳的话，水会更好看。我觉得挺好，阴天很凉爽，不那么热。是因为现在逆光，
顺光的话，这个水的话，碧蓝碧蓝的，蓝绿之间。这样的水中亭台挺多的哈，在木栈道一路上。吃完后就算去了。前面是箭竹海瀑布，离200多米就听到这个瀑布的声音了。这什么植物？哎，这箭竹海瀑布还挺长的，200-300米是有的。从那个铺满了苔藓的一个巨石上落下来。走了2分钟就走完了。眼前的箭竹海瀑布呢，也是因钙化而成的。咱们知道这里原本是一条河流嘛，后来因为钙化堆积，河道陡然就升高了一截，
于是呢就形成了有落差的一个河流，进而形成瀑布。哦，这边还有呢。哎，这瀑布还挺有特点的，你看，它是从一层一层的石阶上滑下来的。海拔2629米，瀑宽150米，瀑高2到5米，因钙化堤坝塌陷形成。哦，这前面还有，叫瀑宽150米。你看这瀑布留在这个石阶上的时候就白色的，但是落下来就成了这个深蓝色，真漂亮这地方。这瀑布的宽度比我想象中要宽不少。我没做很细的攻略，这里旅游还是挺方便的，路上都有指示牌。熊猫海，为什么叫熊猫海呢？一个是说熊猫喜欢来这里喝水，另外一个原因说是，到某个季节，这个湖底下的颜色呈现黑色跟白色，酷似熊猫的一个皮毛的颜色，故名熊猫海。走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小心的，因为不小心真的踩到水里面就麻烦了。而且不看路的话，真的容易摔下去了。你看，它往下走了20-30米了，然后有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瀑布。钙化瀑布叠叠乐。你看这个栈道下面是洼洼的流水，捡垃圾的景区公园。这有2根树干。我觉得这个栈道真的修得很有意思啊！这走了好远了。这个栈道呢，就是横跨在这个
瀑布流成的河床底下，这个绕啊，所以一路上就走在这个水上的感觉啊，听着这个水声，真的挺不错的。一路上就走在水上木栈桥上，再往前走85米到熊猫海。这里还是特别干净的，走了一路了，一个垃圾都没看到。看这个桥啊，两边是一些巨大的落石。这一条栈道有点像是在这个半山腰上修的哈，有一点那个悬空的感觉。哦，这棵树倒下了，是倒非倒。你看，太秀美了，这地方。熊猫海。熊猫海盆洞。先修没多久的，好像是因为地震了，另一条路就损坏很严重，就修了这么一个隧道。好，看一下熊猫海吧。熊猫海，据说是因为熊猫喜欢来这里喝水。哦，你看那边山坡上啊，有一些工人啊，戴着黄帽子在砍伐那个松木吗？或者是说把那些枯掉的松木给清理干净？熊猫海，我感觉不输它的那个长海，可能是因为离熊猫海比较近。那边的一个山坡已经裸露出岩石了，一些这个杉树感觉很容易被垮掉的感觉，因为没有了一个深厚的土壤。它是由那个深蓝色，然后到这个浅绿色的一个过渡的哈，还挺神奇的。你看到吗？下面像是一棵水下长出一棵树干一样啊，白色的树干。这一幕特别有那种文艺电影的那个调调，很抽象。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够欣赏到这种渐变色，太美妙了，这个颜色。目前看了几个海子了，最著名的长海，还有前面的建筑海，还有熊猫海。但是我觉得熊猫海是让我觉得最心旷神怡的吧，很难讲清它到底是什么魅力啊。它就是那种湖光山色，但是呢又温温柔柔的感觉。我们先是到了建筑海，一路走，
看了剑川瀑布，然后往下走到了熊猫海。看熊猫海海拔2500多米，总长670米，宽109到237米，均深15.6米，为滨川堰塞湖因熊猫在此活动而得名。丰水期水满溢出形成高瀑布，枯水期湖岸露出大片金黄色的钙化沙滩。闯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是有飞石的，所以拦起来了。跟着一个藏族妇女吆喝了我几声，我以为说不能飞无人机的，然后她说指了指上面，你看那里好多被这个巨石砸碎的一些物品啊，包括那边的一个栈桥啊，也被这个碎石给砸得破烂不堪了，太虎了。看，这是我离小鱼最近的一次。你看这个水深的话还挺深的，你这小鱼啊太快乐了吧！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像是在一块绿色的琥珀石头里面翱翔的感觉啊，你就很奇特啊。那个人挖，在挖那个山。那垮起来了哦。弄得往去。这一速了把你手机给我搞坏了，你这样。看对面山围了各种的一个遮挡物。这落差挺大的，这个山谷。看这一层一层的防护网。现在从熊猫海出发，五花海。车内导游介绍说，五花海是世界10大最美湖泊之一，九寨沟必看的景点。五花海是怎么形成的？不仅五花海，九寨沟到处可以看到钙化，在树镇群海岸，19个大大小小的海子由钙化堆积形成的堤坝切割而成，在建筑海瀑布中，钙化堆积抬高河道，形成瀑布的底部。
手快花了，那手乖乖不是。哇，一棵超大的树。我已经是。停车场，你直接过去就可以了。去哪儿拼？你出了高铁站，快。么子来，我来。这个呢？拿着。或者是看正前方就可以。好像。看有刚才这样，拿着。还有几年了？把这个带走啊，因为昨天的话就是让我们可能不知道咱们的功能是怎么分布的，像咱们我都跟大家讲哈，先去咱们的折灶洼，然后呢去咱们的。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下集影片我们继续游览九寨沟其他的精华景点。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说了一下啊，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话呢，来到九寨沟之后的话呢，4号没有了，朋友，免费4号没有了，现在只能看1号跟7号，2号。好像是上帝的调色盘，各种颜色藻类，下面的那个钙化已经成那个蓝白色的一个这个湖底了哈。